底在说什么啊？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想和鲁豫、小奥达机车男和惹魔女。如果二搭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现代戏，比如说我演那种机车男，然后他演的那种特别可爱呀、那种软萌的那种女生。之前就刷到和小小他点我过的视频，这次是不是也刷到了网友点的和小小的视频？就问这还用演吗？你俩现实就是这样啊，一个日常机车不离手，一个日常惹萌可爱瓜，一切的一切也都和放羊的心情对上了，在传达气质这块就已经对位了。加上两人在入侵云里，你一开始就是个爱情骗子，正好夏之星也是个爱情骗子。要是这样的话，我又要被骗了。宝宝终究是玩不过猫猫的。刚好鲁豫小是学设计的，和夏之星的设计师身份设定也很相符。采访中演绎吃醋的情景，也跟放羊的心情对上了。真对齐看到夏之星和别的男生在一起，会莫名的烦躁和吃醋。不喜欢他挽着你的手，更不喜欢你替他说话。吃醋，让我产生反感的这个男生，听不懂我说话吗？我说滚。听不懂我说话吗？我说滚。小毛哥，你到时候就粉丝出演吧。我没收了，特别醒目。活动上的堂弟大大小小的这个画面，比赛时拍的一版放羊的心情还棒。顺便把你俩天天偶遇也加进去，剧里的第一次见面就照着你们这个现实来演。胡天启鲁之星，这真可以来，我晕了。Hello， 虎场大口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侯明昊。如果给季博仔添3个最吸引人的 tag， 你会贴什么？可爱，这个可爱的可是渴望爱的渴。古风吧，古是蛊惑的蛊。第3个坦诚和坦荡。如果有季博仔攻略手册，你觉得上面的首要方法是什么？想要攻略季博仔，看似很难，好像很容易的样子。我觉得想攻略季博仔其实非常简单。季博仔是一个看似复杂、腹黑，甚至是有一些痞痞坏坏的感觉，但其实他的内心非常的简单、单纯、善良。他看似好像非常不信任自己周边的人，但其实他很渴望想要去相信每一个人。所以呢，我觉得想要攻略季博仔，最重要就是坦诚、真诚。那入侵云里有很多他在闹你在笑的片段，在这种时刻，你觉得季博仔的内心 OS 是什么？其实季博仔他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刚刚有说到就是如何攻略他嘛，他是一个很好攻略的一个很单纯的、很简单的大男孩。有的时候他的笑也会有很多宠溺的成分。就是可能任凭他闹啊，我知道你在我面前演，或者说我知道你可能这个时候你骗我，但是因为他很好攻略，所以他看着眼前这个人，即便是有一些对他有一些隐瞒，但还是充满笑意的看着他。季博仔那句听不懂我说的话吗？我说滚，给大家看爽了。懂我的话吗？我说滚。如果以下情绪适配这句话的话，会是什么语调？第一个是吃醋。那吃醋，那我现在的对象是说给这个女生的，还是说让我产生反感的这个男生的？这很重要。哦，那还不太能是这个女孩，那只能是这个男孩，因为你吃醋嘛，你毕竟还是爱他的，那不可能，你爱一个人不可能跟他说滚嘛。听不懂我说话吗？我说滚。然后第二个是生气。听不懂我说话吗？我说滚。如果你和明义有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机会，你最想问出的真心话以及最想玩的大冒险是什么？那就是你在什么时候对我有一丝心动，哪怕是一丝都可以，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可以用最坦诚的方式对我？大冒险，我觉得要不让季博仔来做吧，就是让他彻底给明义体检一下，然后看看这个女生她到底就是身体有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她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然后季博仔可以帮她。因为很多次这个试探其实都被中途打断了啊，或者说明义有一些这种保护罩，然后让季博仔看不出他具体发生了什么状况。姻缘时刻字那场戏感觉被大虐，你当时拍摄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都说最纯爱的那一年，被雷劈也不相信他不爱你，对于季博仔来说是怎样的心路历程？就是被雷劈那场戏，季博仔对明义是又爱又恨的，但我觉得可能还是爱会更多一点，因为你不爱一个人是不可能去恨他的。我觉得在姻缘石上刻字，其实这个行为并不是说季博仔想要去领证，或者说我就是要争取这个爱情，我就要跟你在一起，完全不是。他的动机非常的明显，也很直接，他就是想知道这个女生到底爱他有几分，这是他非常想去探究的一件事情。众人都在逼迫他去完成这场婚礼，包括女生也想通过这场婚礼可以跟他缔结心印嘛，这样就可以找出黄粱中的位置，这是其他人的目的。但是季博仔的目的不是说我想结婚啊，他的目的就是好，既然你们都逼我，可以，那我做啊。女生也想结婚，好，这个仪式我给你，但是我只想知道你对我有没有一丝喜欢。他从来没有奢望过我爱明义多少，明义就一定要爱我多少。季博仔没有奢望过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个情感在12集他想表白的时候，女生拒绝的时候，这个情感就注定不是五五开的，这个情感注定就是有一个高位者跟低位者的一个情感。那他甘愿做这个低位者，那没关系，我可以做低位者，但是我想知道你爱我到底有1分
还是没有，他只想探究这件事情。因为他对明义始终是喜欢的，即便有恨，这个爱也大于恨。他与明义这份情感吧，我觉得他极度的破碎了，或者说是有一种小小的这种自卑感吧。他甘愿做这个下位者，然后去帮女生解决她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我觉得想要饰演好季伯仔这个角色啊，更多的不是去共情季伯仔这个人物，更多的是要去共情明义这个角色。因为季伯仔我觉得不需要我去太多去共情他有多么惨，被骗了之后然后有多么破碎。我觉得这个是剧本给予这场戏的一个大的一个基调吧。但是想要真正把他饰演得很好，要把这个人物的动机梳理得很明白。那既然我都这么破碎了，然后一个女生又这么这个隐瞒我，或者说是欺骗我，那我为什么要对她好呢？就我经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对她好？因为在正常人的这个感情观里，那如果真的做了一些可能背叛自己的事情，可能真的会离开。但是季伯仔没有，正是因为他每一次都会站在女生的立场去替女生考虑，这是他爱明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核心。也是我觉得他共情明义比他共情自己要更重要的一点。如果入青云剧组办一个大赛，以下大赛谁会拿第1名？撒娇大赛那就是小小吧，然后唱歌大赛小小跟我吧，因为小小不是也为这个戏唱了 OST 嘛，而且他其实本人特别喜欢唱歌。跟卢玉晓合作前和合作后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反差的地方？我觉得小小是一个很用心的演员，而且在我们一开始刚开机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对于角色的一些小细节的一些把握。就是一开始因为他有很多隐藏自己身份啊，古灵精怪，包括我们两个人有非常多的那种试探的戏份，然后他都会有一种自己作为演员的一个身上的独特的气质。我觉得那一点是对于演员来讲特别宝贵的，也很有辨识度。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种优势。在小小身上看到最大的反差就是他饰演这个明线的部分嘛，因为他是一个战神，6境战力第1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包括打斗时候的这种眼神啊、锋利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在生活中看不到的，也属于他的一种反差萌吧。可以二搭的话，最想演什么类型的剧和人设？如果二搭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现代戏，比如说我演那种机车男，然后他演那种特别可爱啊、那种软萌的那种女生，然后刚好我也会骑摩托车嘛，想在现代剧中这个展示一下。对于自己的古风小生表情包出圈，你作何感想？然后我自己也在用这些表情包，而且我发现这个表情包逐渐在升级，它有很多衍生出的一些升级版的表情包，还有大家把我这个表情包刻在了那个姻缘石上，就是它可以做很多切换。我觉得这个网友真的很厉害。他们都说侯明昊粉丝吃太好了，粉了个演员赠了爱豆，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首先我的粉丝很喜欢我在舞台上的样子，这一点呢我也非常的高兴，然后我也很感谢大家吧，可以来观看我的舞台。毕竟每个行业你想做好的话都要做得非常精才行。那我觉得现在作为一名演员，首先第一要务肯定是要把戏拍好，然后跨界呢是一种尝试，同时呢也是为了追逐我曾经儿时对于歌手的一个梦想。哭场大拷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卢玉晓，在《入青云》中饰演明义。明义有很多可爱的小表情嘛，想知道有哪些是你自己设计的吗？还是说很多都是现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现挂。就是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片段，或者说我觉得好可爱啊，我就很难去模仿，因为你只有发自内心的就是把它变，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你才能展现出来。所以我可能很多明义的东西就是觉得现场觉得气氛到了，可能就是让他就是会有一些反应。想知道你对侯明昊的合作前后的印象有什么变化吗？就是他一直都是很照顾人，很认真。因为我们俩经常就属于对抗路，就是不要对抗路，就是会互相就是竞争，就是非常想赢。就有时候经常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就是可能就是日常沟通中，就是可能谁立了个 flag， 然后我们就会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就一直到做到之后，就会跟对方炫耀这种感觉，就是一定要赢。你说你在片场想听他唱歌吗？是啊。是因为你之前就知道他是什么 SM 的练习生，那个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他好听，就是他，因为他有时候经常现场练歌，他是热爱，所以他会经常练，然后就会经常说，人怎么能控制自己的嗓音？像这样的，就经常我有很多困惑，就是我就连高音或者低音我都需要一些办法，就是一直在尝试，但是他就完全控制他的音域。他唱给你了吗？
他教，但这个东西就不是教就能会，但他给我展示过，就是比如说他的嗓音怎么发或者什么，他给我展示天赋加后天努力。我是歌迷，他还可以发出不同的就是音域的声音，就是在说词儿的时候也可以。所以你就是很崇拜那些唱歌好听的人。对，就是人就是会崇拜一些自己没有的。那单依纯也是吗？对，我就觉得他是首先。他的声音肯定是我觉得最好听的，天然就会对唱歌好的、跳舞的好的人就会有一些就是仰慕之心。想知道，就是你一般在盛典后台拍那些照片，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看，一般去跟他们合照的流程是怎么样？比如说像之前一些演员，我可能就直接就会去问能合张照吗？汤唯老师，对，就大家都很好，还甚至是搂着你拍的，贴着脸拍的，是很幸福，幸福晕过去了。但是我的心态肯定是会有一些成长，从最开始的就是完全那种粉丝，就是可能见到的心态，到慢慢就是觉得说，哎呀，就是能看到他们，会觉得是一种对自己的激励。跟刘亦菲老师合是也非常好看的合照。那你一般合照完自己会偷偷欣赏一下，再发出来给我们看吗？会啊，我就先炫耀一圈。就先跟好朋友炫耀一圈。我今天跟刘亦菲合影。对，那大家都说你的手势舞就是每次发完之后我就要 N 刷一下，你自己会 N 刷一下吗？手势舞其实我每次就是跳过很多遍，比如说可能跳个10次或者10几次，但是最后全部都会用得到前4、5条，到后面就是可能就有点偏离了，就是偏离轨道了，就有点不知道在跳什么。因为我非常 freestyle， 就是因为我不会跳舞，所以我跳的东西它可能没有一些技术性含量，所以我就跳着跳着可能就开始就是加了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到后面发现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就是所以我就会最后还是用了前面至少2、3条的样子。但是你每一条都很，就是每次就是当减肥，就是每次跳舞其实就当一个减肥。这样的吗？对。然后大家都说看你的新奇要非常有力度，完全不像没有学过跳舞。因为就是疯了，就是那天就是疯了，就是拍的累了，然后就回去之后就睡不着，然后就开始发疯。很喜欢你那种风格，就是很松弛，大家都说的。哦，谢谢。那你自己有觉得哪个跳的自己比较满意？我觉得稍微像柠檬茶会进步一点，就是它至少我之前就可能没有尝试说全身的这种东西，可能稍微会感受把镜头放远一点。如果找到老师再练练这些技术性的东西，可能我就会什么出去跳啊都可能。之前没办法在外面人那里跳舞或者唱歌，就是没有非常自信，但现在越来有自信之后就慢慢改了。剧组休息的时候跳，拍戏时给我们跳，我们也爱看。那不是拍戏是拍戏，对，下班了才是我自己。那如果要跟侯敏浩合作一个舞台的话，你会选什么类型呢？跳舞吧，唱歌就是我怕会影响到他，但是他不会被影响，他是可以跟着你的调走的那种，非常专业。就是双人舞那种。双人舞，然后我就是对我就站桩，我就在这边做点手势，然后他。哦，这样的。我想不到什么。我以为是 Troublemaker 那种呢。如果以后还有机会。想知道你觉得超强的理解和共情能力和另外一种是过目不忘的天赋，你更倾向于哪一种？我觉得我的优势或者我的天赋在于作为演员就是感受能力，就是我会完全理解就是所有人的情感，我会带入到就是比如说你跟我讲一个故事，我就会开始脑补很多很多，就是如果我是你或者我如果是他的话，我从小的经历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会可能别人说着说着我就能带入进去。我的背词方式是图形记忆法，比如说我走过的路，这个路可能就算再相似或者很难，但是我只要走过我就能记住。就是我是图形记忆法很强，就是我可能把所有的台词我会想成一个画面，我会把它想成一个故事，然后我就可以顺着我的脑子里的故事去把它背下来。但是我记名字记得很差，所以我可能如果2选1，我选过目不忘吧。就是我其实很难记一些，就是比如说你跟我说你叫什么，我可能下次见你我就叫不出来，就是这个东西我得拼命想。但是我见过你的脸之后，我就算大街上就是很远的看到我就能认出来。我觉得所有的学生一定要就是认清，就是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记忆方式，包括自己喜欢什么。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在你可能小时候就慢慢培养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认知就会捷径很多。对，上学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就是图形记忆法之后，就会改变一些学习方式。很多人都夸你在剧中一到角色状态就非常有魅力，一下能 get 到你的魅力。你有看到过这种评论吗？有，我就希望我的生活中不要影响我的角色。就其实我就是反应力慢，或者我的思维比较跳脱。我现在就是一个答问题的模式，我现在开了。但如果我在一个就是放空的模式，就是别人跟我说话，我可能跳到那儿了，经常会给别人一种我就是一个比较然后所以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就是影响到觉得他角色就应该是这样的。就像明义他可能其实很聪明，但是就是我就是有见到过那种评论，觉得说他本人是这样子的，
但它会影响到角色，所以我希望大家，对，多看就不影响，就演得很聪明，希望大家都来看这个。女人了。谢谢。